皆さんこんにちは，KKです。大家好，我是 KK。每個人都希望有一份安穩嘅職業，但如果份工需要你付出200% 嘅勞力之餘，仲有可能俾人鬧、俾人打，甚至乎送上寶貴嘅生命，咁你會點選擇呢？會唔會繼續做落去呢？今次節目主角 Sukiya 係日本最受歡迎嘅連鎖牛肉飯店之一，喺10幾年前就曾經俾佢哋嘅員工受到以上嘅考驗啦。呢個就係 Sukiya 嘅 Arubaito 招聘廣告，主要招聘嘅對象係年青人、留學生或者家庭主婦。但係簽咗呢一份血汗合約之後，工作內容究竟係乜嘢嘢呢？原來除咗牛肉飯出名之外呢， Sukiya 嘅經營手法一樣都咁出名嘅，就係煉獄上班模式 One Op 啦。One Op 係來自英文 One Operation， 意思就係喺深夜客人比較少嘅時段，以一個人經營成間餐廳嘅所有業務。現時嘅 Sukiya 呢，客人係可以用平板電腦落單嘅，總算呢係幫店員呢慳咗一個工作噶啦。但係以往 One Op 嘅時候，從招待客人、落單、收錢、烹調料理、打掃清潔，全部都係一個人一手包辦，工作量十分之大。試想像洗碗嘅時候點樣收錢呢？喺廚房煮緊嘢食嘅時候又點樣幫客人落單呢？即使係深夜，其實經常都有3至5個客人喺餐廳裏邊。所以無論店員點樣努力都一定冇辦法兼顧得晒噶。受到怠慢呢，客人當然會感到不滿啦。另外食飯唔俾錢，甚至有脾氣唔好嘅客人毆打店員嘅事，亦都經常發生噶。如果只係俾人打一身，跟住道個歉，就可以唔俾人追究，咁都仲算好喎。但係就有客人影到店裏邊碗碟堆積如山嘅照片，仲傳聞有小強嘅蹤影。小強你點啊？小強你唔好死啊！小強，我同你相依為命，同甘共苦咗咁多年，已經當你係我親生骨肉咁供書教學。可能日本人唔會咁樣照顧同埋供養小強返學讀書，所以佢哋就選擇向總公司投訴衛生問題。一諗到自己已經盡力工作，仍然都仲要俾人投訴，呢位店員都要匿埋眼諗諗人生嘅問題啦。唔單止做到虛脫，俾人鬧、俾人打、俾人投訴，唔少匪徒仲專向呢一啲手無寸鐵嘅店員落手。數據亦都顯示，夜間牛肉飯店嘅行劫事件大部分都係針對 Sukiya。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佢 One Op 一腳踢嘅工作模式。但係即使面對住咁艱辛嘅工作挑戰，店員都以專業嘅精神捱咗過嚟啦。不過當 Sukiya 後來推出一項全新嘅菜式之後呢，店員一路以來堆積嘅怒火終於喺呢個 moment 要爆啦！為咗同當時吉野家推出嘅牛壽喜鍋競爭， Sukiya 匆忙咁推出牛肉壽喜鍋定食。呢一種火鍋無論喺烹調同埋準備上面都相當之麻煩。牛肉飯總算可以預先煲定飯，整定牛肉，等客人嚟到嘅時候先裝飯，加上肉同埋汁就可以啦。但係火鍋必須要每一個鍋都擺好配料同埋食物，而且運送過程同埋客人以明火食用都存在危險性。經過實際嘅操作之後證實，要喺一腳踢嘅 Sukiya 製作呢一種鍋物料理，工作量已經遠遠超越咗人類體能嘅極限。所以推出呢一種鍋物同推店員去另外一個世界其實冇乜分別嘅。忍無可忍嘅店員終於跳槽去重屋啦，終於發起罷工潮，而日本市民亦都為 Sukiya 店員作出聲援，要求公司停止一腳踢嘅工作模式，以及改善工作待遇同埋佢哋嘅薪酬。件事去到咁嘅地步，會長梗係要出嚟解話啦。公司初步承認對牛肉壽喜鍋嘅準備時間判斷錯誤，導致分店混亂，增加店員工作時數同埋無薪加班。除咗承諾會廢除深夜一腳踢嘅營運方式，亦都會將每個月 OT 100個鐘頭以上嘅人數由231個削減到變做0。至於店員嘅人身安全問題呢，公司會安排專業人士教導前線員工保護自己嘅方法。咁至於成效方面呢，喺呢度留個空間俾大家想象一下啦。嚟到呢度咁，以為件事會慢慢改善啦，點知其後朝日新聞嘅報導指出， Sukiya 母公司善商株式會社社長小川賢太郎表示，日本人已經變得唔再願意做3K 嘅工作啦。3個 K 分別來自日文 Kitsu、Kiken、Kitanai， 分別指消耗體力、容易發生意外導致傷亡、衛生程度差
容易導致健康受影響嘅工作。佢呢一番言論果然引起廣大市民反感，認為佢係唔願意承擔責任，仲意圖將 Sukiya 嘅問題歸咎於日本人唔願意刻苦耐勞，等於認咗 Sukiya 係3K 工作啦。即係話自己間餐廳污糟啊！你敢唔敢一個人看鋪先？人哋得嘢家同重屋就冇事喎。唔好將待遇同埋工作環境問題扯到去日本人論上面好喎。間餐廳搞成咁係你自己無能啫啩。針對市民嘅負評， Sukiya 立即加強公關宣傳，希望可以改善喺市民心目中黑心企業嘅形象。同時喺招聘廣告裏邊強調員工福利已經得到改善，亦都請員工親述喺工作上面得到嘅成功感，又識到新朋友互相支持，能夠幫到市民感到非常光榮等等。但係對於某啲人嘅承諾，佢嘅可信性同埋兌現嘅限度的確有限啦。其後又俾市民再次發現，其實 Sukiya 並冇增聘足夠嘅人手，但係為咗增加分店裏邊店員嘅人數， Sukiya 往往突然要求店員即日 OT， 有時更加被要求喺短時間裏邊去到另外一個市，甚至另外一個縣繼續工作幾個鐘頭，做咗一日嘢，仲要趕去幾十甚至100公里以外嘅分店繼續做。店員嘅心情、精神同埋體力狀況真係可想而知啦。同時亦都增加咗賽道上邊嘅危險性。店員喺駕駛嘅時候發生交通意外受傷，以致撞到無辜途人嘅事情呢，經常都會發生，引起咗社會同埋警視廳嘅注意。另外，更嚴重嘅案件發生喺2022年嘅1月，一位50幾歲嘅女店員喺名古屋嘅一間 Sukiya 被發現因為心肌梗塞失救而死亡。而店裏邊嘅 CCTV 顯示，女店員喺早上5點鐘嘅時候暈低，但係竟然到9點嘅時候先俾人發現。之前社長唔係已經講過會取消一腳踢嘅制度嘅咩？唔通其他同事見死不救？原來事實上竟然仍然有部分嘅 Sukiya 喺凌晨5點至到早上9點呢一段時間仍然係一腳踢噶，而死神就啱啱好喺呢段時段向呢位不幸嘅女店員揮手啦。事件曝光之後， Sukiya 除咗即時要求店員喺工作時候需要佩戴緊急求助器之外呢，亦都開記者招待會，提出點樣改善現況以及處理責任問題。至於佢哋係想將個責任放到最大啊，抑或係減到最細，就唔打算喺呢一度深究啦。對我呢一個平民百姓嚟講呢，有員工喺自己工作環境底下發生意外，明明如果及時獲救嘅話，就會有生還嘅機會，但係就係為咗公司嘅制度而斷送咗寶貴嘅生命，實在令人覺得惋惜。一碗牛肉飯嘅背後，原來蘊藏咗咁多故事。雖然以上事件曾經令到 Sukiya 俾人話係黑心企業，但係呢一間連鎖餐廳多年來喺日本對社會公益事務的確係有所貢獻嘅。例如2019年日本受到颱風19號吹襲， Sukiya 就曾經派出車隊支援受災害影響嘅市民，而所有食物都係喺災場附近先開始烹調處理，為災民送上一份又一份熱辣辣嘅牛肉飯同埋飲品，確保受到災情影響嘅市民一份溫飽。 Sukiya 除咗展示咗作為一個大企業對社會應有嘅責任之外，亦都對災民送上咗一份關心。所以長遠嚟講，希望 Sukiya 嘅重點除咗放喺開源節流同埋社會公益之外，亦都要改善員工嘅待遇，令到佢哋除咗專業，亦都有尊嚴咁樣工作。今次嘅節目去到呢度為止，多謝你嘅收睇，希望你鍾意。我係 KK，我哋下次再見，拜拜。